一场大圣与二圣及诸外道之间的法义辩论大会即将展开。戒日王派使臣捎来信息，要玄奘大师等人留在那烂陀寺等候召唤。在等待的期间，有一位婆罗门来到那烂陀寺挑战。他先列出40条论述，贴于那烂陀寺外，口气很大地说：只要那烂陀寺有人能推翻其中任何一条，他就自我了断。等了几天，那烂陀寺没人出来应战，玄奘大师就派了侍者撕下这位婆罗门张贴的论述，并吩咐将他弃于地上，用脚踩踏。当这名婆罗门听闻他张贴的论述竟被如此羞辱时，不禁勃然大怒。后来一听是中国高僧玄奘大师派人私下的，他就踌躇了。玄奘大师随后派人请他入寺，只用了短短的时间就让他词穷理绝。这婆罗门当场认输，表示愿意自裁。玄奘大师开导他说：我们佛弟子不会要别人的命，既然您认输了，就委屈您充当我的侍者吧。这婆罗门闻言欢喜地接受了。玄奘大师之所以要这位婆罗门来当他的侍者，是为了要摄受他，降服他的慢心，所以让他在身边听闻玄奘大师开示正法，以去除他的恶见和邪见。过不久，玄奘大师思考《破大乘论》中的内容有些不能确定出处以及其中的意涵，于是想起了这位侍者，找了他来问：您是否曾经听闻《破大乘论》这部论？是的，前后总共听了5次。太好了，就请您为我讲解这部论吧。如果让外人看到主子从奴仆学法，恐怕会堕了法师您的声誉啊。这部论是他宗的论著，我未曾听闻过，请您直说无妨。已经明心并且彻底转依真如的玄奘大师，早就抛开了世间人所执着的面子，但是因为这个婆罗门侍者坚持的缘故，最后玄奘大师只好答应他，等到夜晚都没有人的时候再听他讲解。玄奘大师听闻后，用1日1夜的时间，针对《破大乘论》中的错谬邪见，写出了1600颂的治恶见论，并将这部论呈给戒贤论师看。戒贤论师阅后非常赞赏，转给寺院的法师们看，大家也都由衷地表示赞叹说：有了这部治恶见论的正理，必将使所有的外道闻风而逃。完成治恶见论后，玄奘大师认为大家一定能顺利应付乌涂国的法战，于是决定返回大唐长安。但寺内法师闻讯都极力挽留，最后只好一起去咨问戒贤论师。玄奘并非不爱要佛陀出生的国度，然而玄奘此来是为了求得如来的正法，广利中国大唐的众生。玄奘愿将此地听闻的经论带回大唐翻译，
令有缘的学人可以熏闻如来的真正意志，令大法东洋，以报师恩。这是玄奘衷心所念，望师成全。这正是真正学人的心量，我戒贤也是这样期盼的。大众不得再苦苦相留。玄奘大师在此之前，已让那位婆罗门侍者恢复了自由。有一次，这位婆罗门去拜访鸠摩罗王，极力赞扬玄奘大师的正量。鸠摩罗王钦仰不已，便写信给戒贤论师，希望礼请玄奘大师过访。戒贤论师考虑乌图国的法战即将开始，到时还要依靠玄奘大师，便推辞婉拒。这样书信来回几次后，鸠摩罗王大为光火。我3番2次好意相请，法师为何百般阻挠呢？难道法师以为弟子我没有发动军队铲平那烂陀寺的能力吗？在此情况之下，戒贤论师只得请玄奘大师前去为鸠摩罗王说法。鸠摩罗王身旁的志士们听说传闻中的中国高僧到了，都兴冲冲地前来挑战，但都被玄奘大师一一给降服了，令鸠摩罗王大为佩服。当戒日王知道玄奘大师在鸠摩罗王那里时，心里非常不痛快。以前我多次邀请法师前来，都没能来，现在又为什么在鸠摩罗王那里呢？戒日王于是派出了使节，要鸠摩罗王把玄奘大师送到他这边来。鸠摩罗王不但拒绝了，更向戒日王的使节说：要我的人头可以，要法师过去可不成。使节回来将情况回报给戒日王，戒日王闻后大怒。既然如此，现在就将项上人头交给使者带回来。鸠摩罗王自知失言了，便赶紧和玄奘大师一起出发到戒日王那里，要向戒日王赔罪。但抵达时，玄奘大师并没有随同鸠摩罗王一起去见戒日王。法师为什么没有跟你一起过来？大王，您亲贤爱道，理应亲自前去礼请贤士，怎可请法师来拜见您呢？正是。你先请回吧，明日本王将亲自前去礼请法师。鸠摩罗王判断戒日王等不到明天，当晚就会来了。果然，半夜时分，戒日王在大军前导之下，以威震天下之势，数百面金鼓，一步一鼓声，前来参见玄奘大师，并以最恭敬的头面接足礼来礼拜玄奘大师，丝毫不敢怠慢。第二天，玄奘大师与戒日王在他的行宫相见。戒日王请阅玄奘大师的《至恶见论》，非常惊喜赞叹，便请玄奘大师说法。戒日王座下的一切志士学人，全都震慑于玄奘大师说法时的智慧威德，无人敢出一言议论。戒日王趁机礼请玄奘大师，在屈女城召开法义辩论无遮大会，借此回应当初乌图国未实现的法战邀请，请玄奘大师向大众广宣至恶见论，
令大众归顺大乘正法。玄奘大师慨然允诺。公元641年，屈女城热闹非凡，五印度18国的王公贵族以及6000多人的各界能人之士都来到了恒河畔。而在戒日王乘坐的大象带头的队伍中，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僧人，正是来自中国的高僧玄奘大师。戒日王在屈女城举办为期18天的法义辩论无遮大会，论主是玄奘大师，任何人都可以上台进行法义的辩证。玄奘大师提出的至二见论总共有1600颂之多，并且立论“真唯识量”这4个字悬挂在会场的门外。这真唯识量是说，一切法都是由第8世如来藏所出生所显示的，这是法界的事实真理。第8世出生了前7个能了别的事，也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以及众生所不了知的意根末那识。每个人都是由这8个心识一起配合运作，因此而有种种法的现起。所有证悟者都能够以亲证第8识的智慧现前观察诸法，都不离第8识，都是由第8识所出生所显现。这就是真正证悟者所观察到的万法唯识的限量境界，称为真唯识量。戒日王3度派人前往邀请写《破大乘论》的般若居多到场。般若居多一听论主是中国高僧玄奘法师，未战先却，再三推辞。他先推说自己不会骑马，戒日王于是改派轿子，他又推说轿子太热，戒日王再改派大象给他当坐骑，他干脆说自己年岁已大，不堪远行。最后使者一定要他给个答案，好向戒日王交代。般若居多只好遥对玄奘大师所在的方向，赞叹玄奘大师。这事传开后，大家都知道般若居多公开认输了。般若居多虽未战先却，但他的破大乘论中有一道问难：真心是不是所缘缘？这问题曾经难倒了大乘学人12年之久。般若居多提出的问难是说，修学大乘的人都主张证悟真心后，意识升起根本无分别智，可以依这个般若慧来了别真如。但是你们又说，意识能分别了知的都是有相的法，而真如却是无相。既是无相，就不能成为相分，被意识所了别，当然就不是意识所缘的对象了。般若居多的这个问难，是在质疑大乘法可以证悟真如这事，而当时印度大乘学人大都没有亲证真如，因此无法回答。但对来印度前就已恢复正悟明心正量的玄奘大师来说，这问题是易如反掌。玄奘大师说，证悟者亲证第8识真心以后，可以现前观察第8识真实存在且如如不动的真如体性。虽然真如心确实是无相，有别于世间一切相，但它的清净体性却能够被证悟者观察到，所以它能够成为证悟者的意识所缘所了别的对象。
这是古今一切证悟者和真正禅师们都能够直接观察确认的事实。屈女城无遮大会前，二圣与外道早就奔相走告，但都无人敢上台论战。大会开始后，玄奘大师又每天宣说正理，举证外道法和误说二圣法的错谬所在。外道们恼羞成怒，想要暗杀玄奘大师，幸好有人向戒日王密报，戒日王大为震怒，于是对众宣布：除了依照规矩上台论辩自家的宗旨之外，如果有人伤害法师，当场斩首；如果出口不逊，怒骂法师，当场割舌。由此缘故，引发了外道更加激烈的反弹，于是将矛头转向了举办无遮大会的戒日王。外道先在会场点火，企图趁纷乱之际杀害戒日王。没想到戒日王处置得宜，得感天地而灭了大火。外道再买通刺客，埋伏在台阶旁，想近身行刺，但却被戒日王所擒拿。外道为首之人遭受严惩，其余的同党被驱逐出国境。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图谋不轨。在辩论大会18天之中，唯一曾经上台论辩的，是与玄奘大师同在那烂陀寺的慧天法师。他坚持二圣法是究竟法，结果被玄奘大师以极为圣妙的大乘法义给驳倒，让他羞惭而退。这使得大众对玄奘大师更为信服。而其他佛门以及外道的大师们，衡量自己和玄奘大师更没交情，若是上台，只怕会更受羞辱，于是再也无人敢上台了。到了第18天，无遮大会圆满结束。玄奘大师在拒绝不成的情况下，受戒日王之请，并依印度的传统，得胜者骑乘大象游行会场，接受大众的礼赞。此时全场欢声雷动，在现场的大圣人称叹玄奘大师为大圣天，二圣人则赞玄奘大师为解脱天，显示了大众对玄奘大师由衷的钦佩与赞叹。玄奘大师在屈女城处理了正法大床，以其举世无匹的才学和所证得的智慧，受到五印度诸王一致的礼赞。若留在印度，必然继任戒贤论师，成为那烂陀寺的住持。然而，玄奘大师心系中国佛法，一心想回中土大唐。终于，玄奘大师在42岁时启程东返大唐，回程中还是遭遇许多的困难，但都能在佛菩萨的护念下平安度过。途中还遇到了狮子光法师。狮子光已不再坚持错误的中观见解，并且还为大众开演唯识妙法，与玄奘大师再次相见，非常欢喜。玄奘大师在屈女城为大圣究竟义立威，让这些原本误会般若空义的人清除自身的错误，让他们了解如来所说的都是法同一位，不应分宗立派，也相信佛法是一个整体，不能切割，一切法都是依于第八世如来藏为根本，
只是呈现出不同层次的面貌而已，其实都会归于如来藏。中国后世的学人把玄奘大师所弘扬的唯识正理建立为法相唯识宗，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玄奘大师有明心以及见性的正量，更不知道玄奘大师还有慧解脱以及无生法忍的正量，当然更不知道玄奘大师所阐扬的是如来最究竟无上而且是整体性的佛法，才会把最究竟的成佛义理限缩为一个宗派，变成了唯识宗。如果玄奘大师的后生再来到人间看到时，必定是会严厉的破斥这样的错误见解。玄奘大师为了信守当年对高昌王瞿文泰的承诺，不顾路程的艰苦，还是专程绕道到高昌国。途中得知了高昌已被大唐所灭，瞿文泰身亡的消息，玄奘大师怅然良久。对于高昌王护持之情，玄奘大师始终悬记在心。本来打算将佛法金针、明心正悟之法度与瞿文泰，如今只有等待未来世的因缘了。贞观18年，玄奘大师抵达于田时，先托人上表给唐太宗，禀报西行求法，已在东归中土的途中。在等候太宗下旨的期间，玄奘大师仍继续讲经说法不辍，每日前来闻法者有上千人之多。7、8个月后，使节终于带来了朝廷的敕令。唐太宗下令于田等沿途诸国护送玄奘大师。玄奘大师得到了唐太宗的印可，继续踏上归国之路。回到大唐长安之后，玄奘大师又是如何得到唐太宗的支持，进而展开易经的佛法大业呢？治恶见论欲千颂，真唯识量明佛旨，佛事论义第1师。千古在唱11人，立言展谢标圣意。吼佛心要正五印，末法初起圣哲林。再现佛国降群阴，如来之藏难思议。倾城施教始得闻，自心限量究竟理。万代宗门贤归一。